你想象一下，去火星是7、8個月的硬熬，而是時間直接砍半。關鍵不是把火箭做得更大，而是把能量來源換掉。NASA 和麻省理工刚刚確認，核熱推進正在從紙上藍圖走向工程驗證。它能讓飛行更快，推進劑更省，也讓宇航員少暴露在輻射和失重裡。但真正驚險的地方在於，核引擎關機之後，熱還在。接下來，我們用最通俗的方式，把這項突破講清楚。把火星航程砍半的新引擎。劇情開端：核熱火箭重新點火。美國太空總署 NASA 與麻省理工學院 MIT 正在推進一種新型核熱火箭概念，目標很直接，把人類前往火星的飛行時間大幅砍半，讓這趟旅程不再像漫長遠航，而更像一次可規劃、可控的深空通勤。NASA 與 MIT 最新確認，核熱推進 NTP 又往前跨了一步。這不是單純更快那麼簡單，而是要讓載人火星任務在速度、可靠度與風險控制上，同時變得更像一套可以上線的工程方案。這項研究由 MIT 研究生泰勒·漢普森領軍 ，NASA 資助。重點不是空談概念，而是把真正核熱火箭從點火、穩定運轉到關機冷卻的全流程反應做出可用的模擬。這一步，就像把幾十年的紙上藍圖推到能做成飛行硬件的門檻前。當各國把載人火星的時間表指向2030年代，推進系統就不再只是火箭大一點的問題。漢普森的工作其實在提醒大家，深空旅行的設計思路正在轉向更系統化、更工程化的路線，而且轉變已經開始了。接下來這支影片，我們會把這個突破拆開來講。它到底解決了什麼難題？為什麼 NASA 願意壓住？以及它可能怎麼改寫未來火星任務的風險與玩法？好，讓我們從最關鍵的問題開始：核熱推進究竟為什麼曾經沉寂，又為什麼現在突然又被點燃？半個世紀的未完章，從可行到沉寂，核火箭為何停在起跑線？在過去50多年裡，核熱推進更像航太史上的未完章節。人人都知道它可能很強，但它始終停留在理想與試驗之間，像一本寫到一半就被合上的書。早在1960年代，反應堆相關實驗其實已經證明核火箭可行不是幻想，但後來遇到政治風向改變、預算被砍，以及關鍵工程風險難以收斂，結果很多計劃還沒飛上天，就先被按下了停止鍵。於是留下來的多半是看起來很漂亮的設計草圖，幾分令人心動的性能推算，外加一堆沒被真正跑完，也沒被徹底回答的工程疑問。但現在，局面正在翻轉，核熱推進不再只是被翻出來懷舊的名詞，而開始重新走回工程桌面。真正的難點在系統，一台會發熱的引擎關機後才最危險。在 MIT，漢普森做的不是單點計算，而是建立系統級模型，把核熱火箭放到接近真實任務的工況裡，去看它在各種操作條件下會怎麼反應、怎麼穩定、怎麼出問題。它不只盯着某個零件，而是把整顆引擎當成一個互相牽動的生命體，所有組件一起連起來，用物理規律去跑出整台引擎在現實中可能呈現的动態行為。模型裡面，從氢氣儲罐、渦輪泵，到反應堆堆芯、燃料元件、冷卻流露，再到最後的噴嘴，全部都納入。也就是說，它不是只模擬反應堆，而是把推进鏈條整段打通。當模型同時追蹤溫度、壓力與反應堆功率，你就能看到能量在引擎裡怎麼一路傳遞，哪裡升溫最快，哪裡壓力先變化，功率調整後系統多久才跟得上，這些都是時間尺度的問題。這套方法之所以關鍵，是因為核熱推進跟我們熟悉的化學火箭完全兩個世界，用老觀念去看，很容易漏掉真正致命的細節。
化學火箭靠燃燒產生推力，燃料一停，火焰就滅，熱源幾乎立刻消失。工程師處理的是點火與關火的順態，但熱管理相對直覺。但核熱引擎不一樣，就算你讓裂變反應停止，反應堆裡的放射性衰變仍會像餘燼一樣持續放熱。換句話說，關機不代表立刻變冷，真正的考驗反而在後面。所以即便停機，反应堆堆芯與燃料元件還是得持續冷卻。冷卻系統得像值班人員一樣不能離開，直到熱量安全降下來為止。一旦熱量沒控好，材料就可能出現結構衰退、裂紋，甚至局部溶蝕。而在深空，任何材料失效都不是小問題，它往往直接等同任務終止。漢普森的模型正好讓工程師可以把這些從運轉到關機的過渡階段拆細研究，找出最危險的時間窗口與最敏感的控制參數。它能模擬反應堆升溫曲線有多陡，氢氣流量與壓力怎麼跟着變，以及進入冷卻階段後整套系統會怎麼慢慢收斂到安全狀態。這些全是關鍵細節，而這些細節正是決定核熱引擎能不能安全點火，能不能穩定推進，以及能不能在多次任務裡反覆使用的硬條件。做不到，就只能永遠停留在概念階段。為什麼 NASA 現在必須壓住火星任務的瓶頸，速度、輻射、補給一起卡住？ NASA 會支持這套建模，是因為它酷，而是因為火星任務最大的瓶頸之一就卡在推進。你飛得越久，風險越高，成本越大，整個任務的設計也越難收斂。化學火箭當然能到火星，但航程時間長，太空人就得在宇宙輻射與微重力裡待更久，這意味着更高的健康風險，更複雜的醫療與補給需求，也意味着任務容錯空間變小。核熱推進提供的是一條更省時間也省燃料的路，縮短航程，降低推進劑需求，等於同時把風險和負擔往下壓，讓任務架構有機會變得更精簡、更安全。同一時間，國家實驗室與民間承包商也在加速材料面測試專為核熱推進設計的反應堆燃料，因為燃料材質能不能扛得住，直接決定這條路能不能走通。測試方式很硬派，把燃料放進極端高溫環境，再用高溫氢氣去沖刷、去侵蝕，逼近真實引擎工況。只有在這種逼真到殘酷的條件下撐得住，才有資格上任務。更重要的是，這些材料實驗不是各做各的，他們的數據會回饋到漢普森的系統模型裡，讓模擬不再只是理論推算，而是被真實材料行為校準過的工程預測。也正因如此，核熱推進在沉寂幾十年後，第一次真正以工程系統的姿態回歸，有模型，有材料，有驗證路線，而不只是寫在報告裡的性能願景。性能跳躍，比衝翻倍意味着什麼？省燃料或更快，兩條路都直指深空。核熱推进最核心的優勢，說穿了就是能量從哪裡來。一旦你換了能量來源，整個推進的效率上限就被重新拉高。核裂变釋放的能量密度遠超化學反應，差距不是一點點，而是層級上的差別。這種能量差，正是讓核熱推進有機會在同樣質量下跑出更高效率的根本原因。在核熱引擎裡，裂变產生的熱能不拿來燃燒，而是直接把液態氢加熱到極高溫度，讓它瞬間變成超熱氣體。你可以把它想成一台用核反应堆當热源的超高溫喷射器。當超熱氢气經由噴嘴膨脹噴出，它把熱能轉成動能的效率非常高。相較化學火箭那種混着燃燒產物的廢氣，核熱引擎能把推进劑的性能榨得更乾淨、更極致。工程上衡量效率，最常用的指標就是比冲 ISP， 它本質上是在問同樣1公斤推进劑，你能换到多少有效推力，能撐多久，比冲越高，代表推进劑用的越省，
飛行設計越有彈性。核熱引擎常被期待能達到約為頂級化學火箭2倍左右的比衝等級，這不是小升級，而是會把任務設計空間整個撐開的性能跳躍。這表示在同一個任務目標下，你可以選擇2條路，不是把燃料帶少一點，把省下來的質量拿去載更多設備，就是在相同總質量下讓航天器跑更快，把航程時間壓縮下来。2種都直接換來安全性與成功率。走向上天，材料、驗證與公眾關卡，從能算到能飛，最後1公里最難。核熱推進行不行？難題不只在反應堆做得出來，更在於你怎麼把它跟推進系統整合成一台能操作、能控制、能反复啟停的引擎。工程真正卡關的，往往就是整合。氢气在这裡一氣兩用，它一邊流過反應堆幫忙帶走熱量，維持冷卻，一邊又是最後噴出去產生推力的推進劑。這種冷卻與推進合一很高效，但也讓系統變得更敏感。反應堆輸出的功率大小直接決定氢氣被加熱到多熱，而氢气溫度又直接牽動噴嘴出口速度、推力大小與整台引擎的熱負荷。因此，功率調整與流量變化不是各自獨立的，它們會不斷互相拉扯、互相回饋，像2個齒輪咬在一起，一動就全動。結果就是，核熱推進是一個高度耦合系統，任何一個小變化都可能放大成整台引擎的狀態改變。控制策略必須更精細，更有預判能力。舉例來說，氢氣流量一旦下降，帶走熱量的能力就變差，反應堆溫度就可能往上飆。反過來，如果反應堆功率調整，氢氣受熱程度改變，排氣壓力與推力也會跟着波動，每一步都牽引發動全身。所以要把引擎做得穩，第一件事就是吃透這些回饋回路，哪些回饋是可控的，哪些會造成震盪，哪些情況會逼近材料極限。不理解回饋，就談不上安全與可重複使用。早年的核火箭計劃，最大的限制之一就是工具不夠，很難在建造之前就把中子行為、熱傳、流體動力這些互相作用的效應完整算清楚。因此他們多半靠做出來再試的路線，用大量測試與反复試錯去逼近答案。這種方式既昂貴又慢，也很難把風險降到能上載人任務的程度。但今天不一樣了，計算能力與方法學進步，讓工程師能把中子學、熱力學、流體力學放在同一框架裡一起解，從而在動手制造之前，就先在電腦裡預測反應堆與引擎會怎麼跑，會在哪些條件下出現風險。漢普森的系統模型正是這種現代工程方法的代表，先把物理連起來，把動態跑起來，再用實驗數據校準，把不確定性一段段壓下去。當中子行為、熱傳遞與流體流動被連成一體，它就能模擬引擎的整個生命週期，從啟動升功率進入穩態推進，到關機後的餘熱冷卻，全部用同一套物理語言描述清楚。這也讓工程師可以先在軟件世界做設計取捨，燃料元件做成什麼幾何形狀比較穩，冷卻流路怎麼設計更安全，功率拉升的節奏要多快，先用模擬把路走窄，再把昂貴的硬件測試用在最值得的方案上。當然，只有模型還不夠，另一條腿是材料實驗，研發並測試能在核火箭極端環境中生存的新型燃料材料。因為引擎再漂亮，材料撐不住，一切都是零。這種燃料得同時扛3重折磨：超高溫、強輻射以及高溫氢氣的侵蝕與化學作用，而且還不能性能衰退，能變脆，不能粉化，不能被冲刷掉，標準比一般核材料更嚴苛。這些測試之所以關鍵，是因為模擬再精密也只是預測，真正的世界會用材料的裂紋、侵蝕、疲勞來打臉所有理論。只有真材實料跑過測試，你才敢說模型可信，工程可行。當建模與材料測試形成閉環，
模型提出設計，實驗提供校準，再回到模型修正。核熱推進就不再是想象中的黑科技，而是逐步成熟的一門科學與工程體系。一旦核熱推进真正投入任務，它改变的不只是引擎，而是整個深空任務的設計邏輯、航程、補給、風險、備援策略，全部都要重新算一次。火星飛得更快，最直接的好處就是把太空人暴露在輻射與失重的時間縮短，少待一天就是少一天的累積傷害，對長期健康與任務戰力差別非常大。任務時間變短，所需的食物、水、氧氣消耗品與備件都能跟着減量，而每少1公斤補給，就少1公斤需要從地球昂貴的送上天的質量，整體成本與複雜度都會下降。因此，它同時提升2件事：安全性與靈活性。安全來自風險暴露變少，靈活來自設計空間變大，遇到突發狀況也更有操作餘地。當你不必把大半質量都拿去裝推进劑，載人任務就能把資源挪去強化生命維持系統、醫療能力與備援設備，同時也更可能設計出更務實的緊急返航或避險策略，而不是把一切堵在單一路線上。對科學任務而言，推進效率提升意味着你可以帶更重、更複雜的科學儀器與着陸器上火星，更多樣的探測手段，更深的鑽探，更大的樣本回收野心，研究範圍自然被拉大。而核热推进的舞台不止火星，一旦你擁有更高效的推进方式，外行星任務的時間表與載荷能力也可能被改寫。過去被認為太慢、太貴的構想，會突然變得更接近現實。對大型航天器來說，若能用更高效的推進劑利用率，就有機會更快抵達木星或土星等目標。時間縮短不只代表早到，更代表儀器壽命更充裕，任務窗口更好選，探索可能性就被打開了。當然，故事還沒到結局，核熱推進要走到真正上天，仍有幾道硬關卡繞不過去，而且每一道都很現實、很棘手。首先是安全，從地球發射任何和相關材料，都必須符合極嚴格的安全規程與風險評估，包含發射事故的最壞情境、封裝策略、應急回收與監管審查，一項都省不了。因此，反應堆通常必須在地面與上升段保持不啟動的非活动狀態，直到航天器安全進入預定軌道後，才可能進入後續啟動程序。這是降低地面風險的基本原則。除了技術，還有制度與社會層面的門檻、監管機關的批准流程、跨部門審查，以及公眾對核技術上天的接受度，都可能成為影響时程的重大因素。而回到工程本身，下一步的關鍵詞就是集成測試，把反應堆、燃料、流體系統與控制系統整合起来，用接近實際推進的方式跑一次完整流程。反應堆堆芯必須在推进工況下被驗證，燃料是否穩定，冷卻是否足夠，控制棒與功率調節是否能把震盪壓住。任何一個環節不可靠，就不可能談載人任務。一旦這些地面與集成測試跑通，接下來就可能邁向更有說服力的一步，在地球軌道進行飛行演示，用真正的太空環境來證明它不是實驗室奇蹟，而是可用的推进系統。NASA 之所以重新把目光投向核动力推進，其實反映一個更大的現實：當目標變成火星甚至更遠的地方，傳統方法的天花板就越來越明顯。火星不只是遠，而是遠到讓每一個延誤都變成風險累積。若只靠化學火箭，航程時間長，補給壓力大，暴露在輻射與失重的時間也長，整趟旅程自然更像一場高風險賭局。所以，先进推进系統不再是錦上添花的奢侈品，而是要把風險壓到可接受範圍，把任務变成可重複執行所必須的基礎設施。而今天跟過去最大的差別，就在於我們準備的更像要真的做，工具更成熟，材料更進步，
工程流程更完整，連風險管理與驗證方法也更有系統。材料科學和工程、計算建模如今都已能用系統化方式研究核熱現象，不必完全靠盲试，而是用可重现、可追溯的模型與數據去收斂答案，再用精準實驗去驗證關鍵點。因此，核熱推進正在從概念與理論走向工程與驗證，它不再只是性能表上的數字，而開始變成可設計、可測試、可逐步交付的系統。在現代建模與測試的加持下，核熱推進有機會在不久的將來真正提供深空探索所需的推力與效率，讓人類第一次把深空從一次性冒險變成可規劃、可迭代的探索行動。那些曾經被視为實驗室裡的前衛技術，如今正走向舞台中央，因為要去火星，要去更遠，光靠過去的手段不夠了。而核熱推進正在成為那把可能打開深空大門的鑰匙。結語：實現去火星的，也許是這枚終於成熟的引擎。當我們談火星，談的從來不只是距離，真正決定人類能不能常態化走向深空的，是如何安全、穩定、可重複地把人送過去。核熱推進曾經是航天史的未完章節，如今卻在模型、材料、測試的閉環裡重新成型。它也許還要跨過監管、公眾與集成驗證的高牆，但每一次仿真更精確，每一次燃料更耐高溫，都是在把未來從想象拉回現實。或許有一天，人類踏上火星的那一刻，會發現，改變旅程的不是勇氣，而是這枚終於成熟的引擎。感謝您看到這裡。如果您喜歡這種用講故事的方法，把最新科技講得更直觀、更好懂，歡迎點讚、轉發、訂閱支持。我們會盡量保持節奏，每天推出1至2則這樣的內容，陪您一起追前沿。明天同一時間，我們再見。